欢迎来到今天的专题解析。说真的，大家现在先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我们正一步步走进台南新化喇叭林的深山里，周围全都是那种超高大的南洋山，空气里满满的都是芬多精，还有那种下雨后泥土特有的香味。就在这座远离都市喧嚣的莲花山上，居然藏着一座快要有100年历史的灵迹钟鼓刹，也就是接天寺。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揭开这座山林秘境的神秘面纱。进入正题前，我想问大家一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问题：你看过会流泪的佛祖吗？这听起来是不是超像什么奇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桥段啊？但这可不是电影哦。在接天寺宁静的石墙里，这是很多在地信众还有游客亲眼看过的神奇画面。有一尊特定的佛像，脸颊上时常会出现像泪珠一样的水滴，就这样慢慢滑下来。这个隐藏在寺庙深处的悬念，刚好就是我们今天这趟探索之旅最棒的起点。想象我们现在顺着步道往上走，旁边只有风吹过树叶那种沙沙的声音，还有远方传来一阵阵很沉稳的钟声。当你抬头一看，哇，眼前这尊巨大又庄严的佛像，真的会让人瞬间感受到一种震慑人心的神秘感。它就静静地站在阶梯上，背后是刻满金色经文的深色石墙，还有那些高耸参天的神木。老实说，走到这里，你真的会不自觉地放慢呼吸，心里会涌起一种很奇妙的平静感，还有对未知力量的敬畏。关于这个现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能看到2种完全不同却又意外和谐的解读方式。如果你问科学家，他们会说，这其实就是物理学啦，因为山里面日夜温差很大，湿度又高，水汽碰到冰冷的石雕表面，就产生了所谓的反潮现象。但是呢，对于信仰虔诚的当地人来说，他们更相信那是佛祖不忍心看着世间的人受苦，所以流下了慈悲的眼泪。我个人觉得，这种科学事实和浪漫信仰的交织，反而让接天寺的故事变得更有温度了，对吧？好，解开了流泪佛祖的谜团后，我们接着来看第一部分：宏伟规模与深厚根基，深入探究一下这座寺庙到底有多壮观。回顾接天寺的历史，它完全就是在诉说一种打不倒的生命力。早在1935年日治时期，周元和尚就带着信众一砖一瓦把它盖起来了。但是真正的考验在2016年，也就是那场超级严重的美浓大地震。当时大殿的石柱断了，佛像也毁了，甚至被判定成1级危楼，简直是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可是最震撼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信徒们强大的凝聚力之下，这座庙居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奇迹般的火速重建完毕。你说这信仰的力量是不是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说到接天寺的宏伟，大家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数字20吨。这是什么概念？在法光法师的推动下，寺里铸造了一座号称东南亚最大的铜钟，重达整整20吨，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经文。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这座巨型铜钟被敲响的那一瞬间，那种浑厚又深沉的音波，直接在整个莲花山谷里面回荡。那种直击灵魂的低频震动，真的会让你觉得身上的疲惫跟烦恼，好像瞬间都被震碎洗掉了一样。除了超大铜钟，这里还有一条视觉超级震撼的佛像大道，两旁整整齐齐排了108尊法相超庄严的阿弥陀佛石雕。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是108尊呢？其实在佛教里，108代表着我们世间大大小小的108烦恼。当你沿着这条路走，经过这108尊佛像，就像是走过一场身心灵的 SPA， 每走一步就放下一个重担，一步步引导你找回内心最深处的平静。这些精致的艺术品真的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把信仰变成一种艺术。你看这个直冲天际的7层天宫炉，站在旁边真的会感受到那种巨大的视觉张力，超震撼的。然后另一边那尊骑着白象的弥勒佛，色彩鲜艳，笑得又那么开心，看起来是不是特别有生命力？这些多样化的佛教艺术品到处都是，让接天寺根本就不只是一间庙，它简直就是一座超大型的户外宗教艺术博物馆，随时准备让你大开眼界。接下来进入第2部分，考验与胜利，在地信仰的凝聚力。我们要把焦点转向这座寺庙最感人的情感核心。
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精准地抓到了接天寺的灵魂，真正的精神支柱，为在地社区提供坚不可摧的韧性与疗愈力量。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2016年大地震，当地人根本没有放弃，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硬是把它从废墟里救了回来。这不仅仅是修房子而已哦，这证明了对台南新化的人来说，接天寺从来就不只是一栋冷冰冰的建筑，它是大家遇到困难时心里最温暖也最安全的避风港。大家看看这2尊金碧辉煌、神情超级威武的4大天王护法神像，试着想象一下，当年在地乡亲到底是抱着多么强大、多么纯粹的信念，才能在废墟中这么快的重建一切。我觉得这些护法神像不只是在守护寺庙而已，他们挺拔的身影根本就是那群信众不屈不挠精神的化身嘛。这绝对是我们学习人类韧性跟信仰力量最好的一堂课，你说是吧？好了，我们来看看第3部分，高频能量与现代神机。让我们带着一点好奇跟开放的心，来看看接天寺是怎么跟上现代潮流的。老实说哈，接天寺真的是一座超有包容力的现代庙宇。你光看这个色彩超级缤纷、充满活力的入口，就知道它随时都张开双手，欢迎各种背景的人来走走。法光法师其实一直很想打破大家对佛教寺庙那种只会整天念经的刻板印象，他把佛教变得超级艺术化，也超级生活化，让这里变成现代人下班后、周末时可以来释放压力、充电的秘密基地。所以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搞出了很多超酷的跨界活动，像是这3个亮点。首先，他们打造了一尊高达4公尺、有72只手臂的全球最大户外4面准提佛母。更狂的是，他们居然还办了结合西藏瑜伽师跟现代乐团的高频能量音乐会。在准提佛母圣诞那天，他们会用充满善念的高频烟供仪轨，把传统汉传佛法、藏传密宗还有现代音乐全部完美融合在一起，帮世界和平祈祷。这真的是把传统信仰玩出了充满正能量的新高度啊！想请荧幕前的你，先跟着我慢慢的深呼吸，把你现在的语速还有心跳都跟着放缓下来。我们每天的生活真的都充满了各种资讯轰炸跟喧嚣，老实说，很少有机会能真正静下心来，去好好凝视那些超越世俗的事物。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要看建筑，我们还要透过这趟精心梳理的图解，带大家一起解码隐藏在寺院空间还有佛像艺术背后的神圣凝视。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场美学的解析哦，它更像是一趟能让心灵沉淀下来的线上朝圣。在我们正式踏进宏伟的大殿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把目光轻轻落在眼前这个生机盎然的生态池上。你看中间那位悉达多太子，也就是婴儿时期的佛陀，他正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仿佛在宣告着某种觉悟的潜能。而往下看，金色的莲花就这样倒影在真实的池水里。鱼泉在莲叶之间穿梭，这其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微型宇宙啊！我邀请你就在这个当下，把手机里那些还没回的信息，所有的待办事项都暂时留在这池水之外。看着这片宁静，我们的心境是不是也跟着水面渐渐变得平滑如镜了呢？好，那我们现在来深入看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当我们走向寺院，其实我们正在跨越一条无形的界限。你看画面上，一边是我们每天在马路上再熟悉不过的柏油路、白箭头，它代表着我们日常的规则跟动线；但是另一边却出现了写着阿弥陀佛的转经轮，这个视觉冲击是很强烈的。这个结界标志不是说要限制我们什么，而是要温柔地提醒每一位走到这里的人，稍微收摄一下心神吧。因为你即将从充满世俗指标的日常，正式跨入一个纯粹专注于内在平静的冥想领域了。一踏进这座道场，映入眼帘的绝对是这种空间的宏伟跟秩序感。
请大家顺着画面的引导，把视线从正中央的大肚弥勒佛慢慢向两侧移动，看看分列两旁的四大天王。这种极度严格的对称布局绝对不是巧合哦，它在建筑学上代表着宇宙的绝对平衡，也完美诠释了我们传统文化里常说的天人合一。中央的弥勒佛用无量的欢喜心包容十方来客，这是一种迎宾的哲学。而两侧拿着法器的天王，则是肩负着镇殿护法的重任。走在这样的空间结构里，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会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语的庄严跟安定。接下来，在我们拉近距离去欣赏那些神圣造像之前，我们先来快速厘清一个佛教宇宙观里非常核心的概念，就会帮助我们看懂后面的细节。这其实就像是心灵修行的3个阶段。首先是佛，代表着圆满觉悟的最高境界，负责开示宇宙的真理。再来是菩萨，他们是度化者，明明已经可以成佛了，却发愿要留在世间闻声救苦。最后是罗汉，他们是努力斩断自身烦恼的修行者。这3者可以说构成了整个神奇光谱的最基础架构。这张画面完美地印证了我们刚刚提到的3个阶层。你看，深奥的宗教教义就这样精准对应到了这3尊截然不同的造像上。最左边那个金身辉煌的，当然就是代表最高觉悟的佛；中间佩戴着华丽饰品、撑着白象的，是展现慈悲度化力量的菩萨；而最右边，你仔细看，他的面容是不是特别生动，甚至带点夸张？这就是展现修行百态的罗汉。原本很抽象的哲学，在这里直接变成了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艺术形式。现在，请大家跟着我的节奏，我们再把步伐放得更慢一点，让我们好好凝视这尊庄严的如来法像，仔细看佛陀头顶上的肉髻跟罗发，这是象征无上智慧的境界。接着，目光往下移到他的右手，大家要知道，手印其实就是佛法里无声的语言。这个右手结出的印象，我们称为施无畏印。顾名思义，它代表着给予众生免于恐惧的力量。而左手微微下垂的姿态，则象征着接引。当你安静地注视着他微闭而慈悲的双眼时，你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有一股仿佛能抚平一切焦虑的安定感正在慢慢扩散呢？当然，不同的佛陀有着不同的宏愿跟视觉特征，而其中最吸睛的，绝对是药师如来身上这袭琉璃蓝的法袍了。在色彩学跟佛教的象征意义里，这种澄澈明净的蓝光有着拔除众生内心无明与病苦的神奇力量。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他左手托着的那个药钵，这可不只是用来医治身体疾病的哦，它更象征着能疗愈我们心灵深处，治愈世间所有贪嗔痴的无上法药。接下来这张图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强烈的反差。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尊者罗汉时，迎来的是极大的视觉冲击。你对比下刚刚佛跟菩萨的宁静端庄，再看看这些罗汉的脸，有的开口大笑，有的眉头深锁，那个肌肉线条简直是充满了动态与张力。这种高度世俗化的美学，其实用意很深。它赤裸裸地展现了修行者在克服自身烦恼时那种最真实的挣扎跟努力。这瞬间拉近了神圣境界跟我们凡人之间的距离，仿佛在告诉我们：嘿，即使是带有各种情绪的普通人，也是能透过修行达到解脱的。看完了罗汉那种很接地气的自我修行，我们再来看看菩萨是怎么在世间展现慈悲的。画面一侧的普贤菩萨乘着一头有6根牙齿的白象，大象那种稳重的感觉，象征着强大又坚韧的实践力。这在佛教里被称为大行。而另一侧的观音菩萨旁边有善财童子跟龙女作伴，这展现的是一个闻声救苦、广度众生的巨大慈悲网络，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大悲。所以说，菩萨的美真的不只是静态的雕塑，它更是一种充满力量的动态实践。在这趟视觉旅程里，我们还会看到一种很奇妙的信仰融合。请大家凝视这尊4面8臂的精神神奇，
8个方向的视野，象征着慈悲跟神威，是毫无死角地的在关照整个世间。而他多只手里拿着的法轮啊、念珠、宝瓶这些法器，则代表着全方位的庇护。这其实非常精彩地反映了亚洲寺庙那种强大的包容性。他把超越轮回这种很抽象的佛教哲学，跟我们普罗大众只求个现世安稳、求个福报的民间信仰，做了一次最完美的结合。说到现实的福报，大家一定会好奇，我们心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愿望，到底是如何在这个实体空间中被具象化的呢？你看这个四方院里的圆环，信众们透过供奉这些可爱的小象跟祈愿石，在北面求平安，西面求良缘，南面求财，东面求建行。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祈祷，在这里直接转化成了空间中不断累积的真实的互动轨迹。也就是说，你每一次放上祈愿石的动作，其实都是一次你的心灵跟这个神圣空间的深度对话。好，视觉的探索差不多到了尾声，现在我们要将感官延伸到听觉，甚至是更形而上的境界了。眼前这口大雄宝钟是声传法界的超级媒介，在佛教传统里，钟声有一种能警醒迷梦、断除烦恼的作用。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当木锤重重击中钟体的瞬间，每一声当都伴随着钟体上密密麻麻的经文跟着一起震动。这真的不只是物理上的声波而已，它更是把慈悲的祝福化成了无形的频率，唤醒我们那个早就被世俗幻象蒙蔽的本心。回顾我们今天一路看下来的解析，你会发现这整座庞大的建筑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心灵载体。从一开始最底层空间那种宏伟的对称，瞬间抽离了我们的世俗惯性，接着到中层，诸佛法相的手印跟姿态，把深奥的教义变成了我们能看懂的图像，最后到最高层，透过钟声的共鸣，让个人的愿望跟宇宙的慈悲产生了连结。这3个层次紧紧交织在一起，说穿了，就是为了给我们现代人打造一个可以好好安放身心的神圣容器。最后，我想请大家再次深深地凝视这朵倒映在水面上的金莲。心诚则灵，境有心造。外在的建筑盖得再宏伟，佛像雕得再庄严，最终都是为了引导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当我们的心真的变干净了、安静了，我们看出去的世界自然就会是一片净土。这场深度的图解之旅要在这里先告一段落了，但在结束观看，重新回到你忙碌的日常喧嚣之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你心中的那朵金莲，是不是也能继续静静地倒映出一片不染尘埃的清明呢？